注意过，佛家里充满了许多特有的词汇，像是涅槃、菩提、般若或波罗蜜。那么阿弥陀佛到底念啊还是念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又是什么意思？还有那句凡人未果，菩萨未因，听我慢慢说，你就会明白了。首先要知道，佛家并没有神仙，佛的意思是觉悟的人，只要能觉悟，人人皆可成佛。所以佛不止一位，除了释迦牟尼佛，还有药师佛、弥勒佛，以及大家最常念的阿弥陀佛。那我们要怎么分辨这几位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佛家一空间把世界划为三分：东方的琉璃世界，我们现实所在的娑婆世界，以及西方的极乐世界。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教主，我们身处的娑婆世界，教主是释迦牟尼佛；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是药师佛，顾名思义，他主掌生命与医疗。而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正是大名鼎鼎的阿弥陀佛。传说中，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曾是前世兄弟，只是佛家讲的前世不是一生两生，而是历劫无数的轮回因缘，因此有时是兄弟，有时又成君臣。至于阿弥陀佛该怎么念，其实应该念阿弥陀佛。若你一直念也无妨，佛家讲不直，发音怎么样不重要，心诚最要紧。我们常说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应该念南无，意思是礼敬的意思。佛法的修行分为三层：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自觉是自我觉悟，觉他是帮助他人觉悟。若能自利利他，圆融无碍，那就达到了佛的境界。菩萨呢？菩萨已做到自觉与觉他，但尚未圆满，离佛只差一步。再往下一层就是罗汉。罗汉只证得自觉，未及觉他，所以才有18罗汉、500罗汉之说。佛经中最常见的般若波罗蜜这句话，般若意为智慧，波罗是彼岸，蜜是到达，整句合起来就是到达智慧的彼岸。佛陀说，修行的目的正是要渡过无明之海，抵达智慧的彼岸。他在菩提树下悟道，因此菩提也象征觉悟与智慧，所以才有那句诗意亦然的话：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还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咒语：Om Mani Padme Hum。Om Mani Padme Hum 又称六字大明咒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，山上刻的就是这6个字。它的意思是请愿我得慈悲，得智慧，得力量。这股力量正是能降伏心魔、平息妄念的力量。佛家把修行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，意为超脱与重生。心经说：无过爱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近涅槃。当心无过爱，无所畏惧，离开颠倒妄想时，便能乘得涅槃的意境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句话几乎人人都听过，但常被误解。这句话出自《般若心经》，佛陀对弟子说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所谓色，指万象分成的物质世界，而空并非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一种圆融的境界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万法相依，相即不离。也许你曾有这样的感觉，初次见面却似曾相识，第一次到某地却觉得以前来过。佛家称这是业，前世因缘未断，今生再续，所以才说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凡人注重在结果，菩萨重视在因果。凡人未果，菩萨未因。修行修了正，是因缘的雨羁绊。出家人常说四大皆空，四大指地水火风，是构成万物的4种基本元素。它们聚合则生，分散则灭，于是人有生老病死，喜怒哀乐。所谓四大皆空，是要我们看破无常，不为外境所迫。到寺庙参拜时，我们常见藏经阁，注意这个藏要念藏，它就像佛家的图书馆，收藏经典、讲经说法的地方。佛教典籍分为经藏、律藏以及论藏。经藏是佛陀的言教，律藏是戒律与规范，论藏则是弟子们对经与律的阐释与思辨。若三藏通达圆融，便可称为三藏法师，莫过于唐僧玄奘。佛家哲学不是空谈幻想，而是一种深邃人生智慧，在修心中觉悟，在关照中安宁。愿一切众生无畏，愿智慧长明，慈悲常在。